大家請接受我嘅緋聞。1、2、3，我跳！唔好誤會啊！一家人一朝早嚟到呢個書街車站做下運動先啊！呢度係京義線其中一條荒廢嘅路軌啊！喺呢度保留咗一個我都唔知係唔係特登搭出嚟嘅車站啊！喺酒店行過嚟嘅時候都非常熱啦。其實喺頭先行過嚟嘅過程裏頭有啲石屎做嘅車廂啊，不過太早未開門啦。例牌見到呢啲路軌都係玩下平衡木啊，其實呢度有啲似台灣嘅十份車站啊。大家嚟到呢度都喺路軌度打下卡咁啦。哇，講到呢度先醒起啊！歡迎大家嚟到比利羊嘅 YouTube channel， 我係比利羊。好啦，歡迎大家睇我哋首爾自由行嘅第2集啦。雖然呢度係一條真嘅鐵路路軌啊，但係冇頭冇尾啊，好似通向異世界咁樣啊。喺車站行前啲，你仲會見到封印咗嘅人類啊。其實路過都值得嚟嘅。冇湯係撈嘅冷面，有湯係咩配料？一樣啊，都係嗰啲雞蛋啊、菜啊，然之後嗰啲雞扒啦。阿咪係咩湯啊？我都要心雞，你都要心雞，兩心雞都好。冇湯冷面，冇湯冷面。要人參雞湯。嗰個都一樣。聽到我叫個女做嘢把聲咁淆底，你啊知我平時嘅為人啦。好啦，講翻呢個人參雞湯先啦。呢個湯本身隻雞係柴皮咁嘅，湯好淡。雞嘅裏頭呢就有啲糯米，飲唔到有人參味咯。離開咗車站之後，咁啊行去下一個景點嘅時候，見到呢間家庭式嘅料理店，所以入嚟食下嘢啦。途中一定會見到嘅化妝品店，同埋去咗韓國版嘅奇趣天地啊！到達下一個景點啦，就係梨花女子大學啦。呢個景點我好想嚟嘅，因為被譽為係呢個首爾嘅大峽谷啊！行過嚟呢度嘅時候，經過啲大街小巷啊，有啲好奇怪嘅感覺啊！明明條街好似好古舊咁啦，突然間轉個彎角就會見到一間咁新嘅女子大學喺度啊！而呢一度呢，就係著名嘅打卡地點啊，亦係呢間大學嘅必經入口之處啊！因為真正嘅大學教授樓其實喺呢度嘅後山嘅。點解要嚟呢度打卡呢？我諗大家對建築如果有少少認識嘅呢，都會覺得喺地面起樓就起上去嘅。呢度就啱啱相反啦，佢掘深咗個路面啊，就藏咗個大廈喺地下啦。而且呢，
佢設計得非常好嘅原因就係呢，佢有辦法咧去採光啊。一般嚟講，我哋掘開咗個地下嘅地牢係冇光噶嘛，咁但係呢度就唔同啦，佢有一邊牆咧係攞到光嘅，而且形成咗一個大峽谷嘅景象啊！而家已經嚟咗梨花女子大學啦，哇！兩邊有啲高牆啊，我落咗嚟斜路底啊，好曬啊，哇唔得！而家嗰邊咧有1、2號門口係唔俾人入嘅，但係呢度裏邊其實好似係個 canteen 咁喎。我而家喺3號門口啊，有冷氣。哦，遊人止步啊！咁佢都會開呢邊俾你買下嘢嘅。入到嚟嘅反差非常大啊！突然間變翻好普通嘅政府大樓一樣啊！我有啲飯堂啦。好啦，爭取時間去南大門啊！唔知大家有冇睇上一集啦？上一集講過啦，嚟到呢個韓國乜乜大門乜乜市場，基本上呢，到此一遊，或者你直頭可以唔使去都得嘅，因為你睇睇個畫面，其實同深水埗啊、女人街係冇分別嘅。經過我呢個偵探頭腦運算一睇就知啦，你睇下佢哋幾個行得咁快啊！頭也不回啊，就知道好快可以離開呢個南大門啦。我哋應該嚟咗南大門嘅中心點㗎啦。係啊，你一行入去入邊。我食煎糖餅㗎。知咩？我唔知啊，買翻屋企食嗰啲。最後我哋揀咗呢檔食呢個韓國年糕啊，同埋呢個血腸啦。年糕本身就冇味嘅，全靠佢嗰個汁啊。但係佢呢個汁咧，好似好多韓國料理都係用佢啊，所以味道咧好似似曾相識咁樣啦。隔離係賣豬手嘅，咁冇理由揸住個豬手周街食㗎，咁仲有啲韓式嘅煎餅啊，係咪咧？睇到呢個畫面啊，好好服侍咧。其實20年前咧，呢個畫面就唔係阿妹嚟嘅，應該係我嚟嘅。好啦，離開嘅時候好唔好彩啊？俾我發現咗有地下街啊！咁喺呢個情況都落去睇一睇啦。一落到去轉個彎之後，個畫面同上高有咩分別啊？就係有冷氣啦！咁啊，上面有咩睇㗎？唔知喎。但係呢個冷氣好舒服喎。我知啊。上到上高嗰層啊，有一次無限輪迴啊！好啦，南大門嘅行程我哋決定撤退啦。請大家 follow 我 IG，幫我擺度。擺咩啊？我 IG link。見到首爾塔啦，上去之前我哋去一個超級嘅重磅景點啊！
係咪玩嘢啊？日光日白嚟夜市，其實唔係，我哋嚟到嘅時間呢，大約係5點鐘啦。夜市係啱啱開，所以呢檔口唔係咁多啫。首爾嘅夏天啊，日落嘅時間大約係6點半啦，所以呢感覺喺度都仲係日光日白啦。要去到大約7點半呢，天先至開始慢慢黑啦。咁嚟到呢度呢，都預咗呢生暗瘡啦，因為每一檔嘅食物都係炸煎啊！喺呢度同南大門好明顯有分別啦。首先家姐已經一支箭飆咗去啦，而媽咪同阿妹就會停低睇下嘢。就算我係一個男人，我都覺得呢度係好行啲啊！經過媽咪嘅評審之後，覺得呢條街係好過宏大步行街嘅嘛。係，我不如用手語翻譯啦，你繼續。仲有手語翻譯。係，我用我嘅靈活嘅手指幫你翻譯。嚟咗咁多日韓國，係咪嚟咗幾日韓國？覺得韓國點啊？好飽喎！第一次嚟到韓國啊，乜嘢都買嚟試下食下，唔飽就奇啦。哇！韓式熱狗呢個咧炸蝦，我唔要。我要咗薯片啊！哦，薯片啊你？你錄咁多嘢唔可以啊！之前喺其他 YouTube channel 睇到就話明洞夜市買嘅嘢咧係貴啲嘅，咁我覺得一年嚟得幾多次啊？喺咁好嘅氣氛，同埋你見到每一檔小販檔其實都好乾淨啊，人流咧暫時嚟講唔算多啊，幾好閒啊，所以買下嘢食下嘢都好應該嘅。整個明洞夜市由幾條街組成啦，咁啊交叉咁樣擺嘅，而其中我哋呢條行到尾呢，就仲有個大型少少嘅商場啦，對面馬路仲有樂天百貨啊，都好多嘢食喎。睇個價錢，好貴㗎？唔係啊，佢我哋唔會覺得貴，因為我哋知道自己嘅錢，但係呢度呢啲人係 double 咗正常價錢。韓國嗰啲人。今次我哋住嘅酒店喺弘大嘅，如果下次再嚟首爾呢，我就會住喺明洞啦。因為呢度除咗有明洞夜市之餘呢，有大嘅商場啦，同埋有百貨公司啊，我覺得比較啱我哋一家人行啊。哇！江之島喎，好明顯呢個係老翻江之島嘅名物啊，海鮮薄餅啊，不過唔好食㗎。喺江之島，你可以選擇八爪魚啊、蝦啊、龍蝦即場整俾你食。呢個江之島啊，呢度預先整好啲餅都淋晒咯。我唔知睇咩喎。我啱啱睇到嘅嘢都係嗰啲咯。炸、燒。最後咧，我就選擇咗食串燒啦，咁啊都幾好味嘅。喺前邊，好啦，食完串燒就準備搭的士去下一個景點啦。咁啲人話：喂，搭的士又要 App 又要 Uber， 嘥氣邊使啊！要遊覽呢個景點要有強健嘅體魄，因為我哋需要行樓梯啊。而且你要控制你嘅情緒啊！如果唔係，好容易呢，你想打鑊佢啊！嚟到呢個南山嘅纜車站啊，喺度排隊上山嘅人每1000都有900啊！竟然開2架纜車，真係俾佢吹脹啊！纜車站上到山頂，仲要唔到首爾塔喎，你仲要行鑊你金㗎，真係唔知邊個設計。我哋8點鐘先至去到車站啦，用咗1個鐘頭時間先上到山頂啊！而家屈喺架吊車裏頭，呢架吊車係經典啊，冇冷氣嘅，而且你見到個玻璃前邊有個油印嘅手印啊！哇！你話命都冇啊！而且裏頭呢係冇位你坐，好逼啊！哇！完全影唔到你哋啊！
好啦，仲可以睇到唯一嘅通風口啊，就係呢啲鐵絲網啊，因為呢度係冇窗啊，亦都冇燈噶。咁呢架纜車呢，大約可以坐到50人啊。咁啊，我好彩啦，俾人逼到去窗邊啊，咁可以拍下呢個首爾嘅夜景俾大家睇下啦。大約搭咗10分鐘嘅纜車啦，咁啊出到纜車站，我以為會有個商場俾我行下先嘅，點知原來唔係，一出嚟迎接我嘅就係呢條長樓梯啦。而喺樓梯嘅左手邊，你見到有條人龍啊，嗰條人龍呢，其實就係排翻纜車落山腳啊。呢一度呢，我走嘅時候呢，又要排多半個鐘頭啊。上到嚟之後，仲要行一段路先到首爾塔啊！真係莫名其妙啊！落雨咁點啊？老人家咁點行呢？好危險啊！呢個有冇8樓啊？冇啦，梗係。嚟到呢度，另一件詭異嘅事情又出現啦！原來上首爾塔要再排隊買飛。喂，又要買飛㗎？如果你上觀景台嘅話，10點半打後要買飛咯，唔係咪啊？10點之後要買飛咯，但係因為而家9點啊嘛，你可以免費入去。點解10點之後要買飛，9點之後又唔使啊？因為可能啲人想睇夜景啊，然之後咧佢想趕人走啊，即係唔想啲人咧太夜仲停留喺嗰度唔走。咁唔知呢度做咩？呢度買嘢食啊 ？ticket 喎，觀景台咯。咁而家我哋應該做咩啊？食嘢先啦，如果唔係我哋冇嘢食，我哋翻雲大嗰度啲嘢已經食咗好多咯，所以我哋揾嘢食先咯。哦，食嘢先。其實聽完家姐解釋完一輪之後，我都唔知道究竟使唔使買飛啊！就算唔使買飛，我見到咁長嘅人龍呢，我都唔想再排啦。至於食嘢方面啊，直頭係世界級災難啊！等埋媽咪先啦。後邊嗰條就係上塔嘅人龍啦。9點鐘啊，餐廳閂晒啦。咁啊，要食呢啲杯裝食物啊。呢一個係超揾笨嘅景點啊！搭完纜車排咗1個鐘，又要排隊買飛先上到個南山塔啊！好啦，話分兩頭啊。雖然啲安排唔係咁好，但係呢，我覺得呢，南山係值得上嚟㗎。雖然呢，我上唔到塔，但係失去就係擁有嘅新開始啊！喺呢度冇咗塊反光嘅玻璃，亦都冇咗啊個窗框嘅阻住啊！遼闊嘅視野同埋呢，可以感受夜晚首爾嘅清風啊，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幾年冇出同屋企人嘅旅行片啊，第一集出街之後呢，訂閱嘅朋友已經同我打咗招呼啦，真係好感動啊！それまで一人の物語だった突然君が現れるまではページめくった先で君と巡り合った見開きで恋をしたそれから二人の物語だった突然日々が特別になったい
時に進んでいた物語の終わりはどこへ行くの恋をしてたそれなのに好きだと言えなかった夜があった君と手をつないでページを駆け抜けて読み返せばきらめいてた君に会えたそれだけで涙が溢れてしまう夜もあったことの葉を紡いで運命蹴飛ばしてやっと会えた1ページが始まる嚟到呢度要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咁啊好快會出下一集啦，希望見到大家啦。不過呢，喺最後嘅時間呢，為咗我嘅人身安全，我都係出嗰張相先。